黄岩岛已露出大片陆地，如填海，将变成中国超级大岛，可移民20万人。为了稳固南海上的领土与海洋权益，我国先后吹填了8座岛屿，而黄岩岛自2012年重新被我国收回来后，并没有在此岛屿上修筑任何基建。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在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中沙群岛上的黄岩岛。黄岩岛位于中沙群岛东部，距群岛主体中沙环礁约160海里。中沙群岛海域面积有60多万平方公里。黄岩岛是为数不多露出海面的岛屿，是我国中沙群岛最大的岛屿。黄岩岛是一个略呈等腰三角形的大环礁，东西长约1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周长约55公里，礁盘面积约150平方公里。黄岩岛内部有西湖，东南部有礁门连通外海。礁门水道水深9至11米，宽360米至400米，可以通过中型渔船和小型舰艇进入西湖，就是南沙罕见的大型天然良港，战略价值极高。从地图上看，黄岩岛位于南沙中部偏东的位置，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比较靠近。黄岩岛距离永兴岛约为600千米，距离东沙群岛约有615千米。向北到我国广东省的距离约为880千米，与美济岛的距离约为630千米。该岛距离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约345千米，与吕宋岛相距约230千米，是南海岛礁中距离菲律宾最近的一个。黄岩岛附近海域和我国南沙群岛是一样的重要，都是非常重要的海上通道，也是扼守着菲律宾苏比克湾进出的咽喉要道。此外，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渔业资源非常丰富，所产的鱼类都是经济价值较高的种类，所以这里就成为了我国海南省与广东省等地渔民的传统渔场。另外，黄岩岛附近海域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主要以锰结合和金属软泥为主，还包括30多种金属矿产，最为丰富的就是锰矿、铜矿、钴矿与镍矿，石油与天然气的蕴藏量也极为丰富。2. 吹填黄岩岛的重要意义。黄岩岛与中沙群岛的大陆坡地形性质不同，它是一个独立升起在深海盆之上的，其基底是属于海底平顶山，属于玄武岩的岩石，具有更加牢固稳定的特性。黄岩岛在我国保护的10几年中，这里的生态环境不仅得到了改善，就连陆地面积都在不断的增加。位于东南部的礁门处，大片的平坦沙洲连成一片，这就说明了黄岩岛已经具备了填海造陆的优越条件。只要我们用天鲲号与天鲸号这2大造陆神器，在黄岩岛上稍加改造，就可以将其吹填成一座超级大岛，还可以在岛上建设医院、码头、住宅与机场等基础设施。改造后的黄岩岛想要容纳下20万的人口，也是轻而易举。到时候，黄岩岛就可以成为南海海域上的一座超级现代化的人工岛。想要超越永兴岛与美济岛都是小意思。黄岩岛差不多位于南海的中心位置，还处于南海东线的航运线上，是连接南海东西2部分海域上的咽喉地带，所以它的作用就是展现在航道控制与安保上，在海域护航、实施监控上就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并且它还是中沙群岛中为数不多的露出水面的岛屿。控制它就能掌握南海的航线，未来可以在这里打造一座物流与贸易的中转站，可以成为东亚、东南亚运往世界各地的海上交通枢纽。它与南沙的永暑岛、西沙的永兴岛可以构成一个稳固的三角形，在这3个地点部署军事，如先进的雷达、机场与港口等军事设施，整个南海海域都将在它的辐射范围内。对于我国维护南海的安全与领海的权益都会大大增强。黄岩岛与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只需要穿过马尼拉海沟就可以到达，从这里不仅可以直接深入菲律宾的本土，另外它还是美国与菲律宾参与南海问题上的战略支点。如果我们充分开发黄岩岛，那么南海9段线附近就可以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苏比克湾的航道就被牢牢地拿捏住了。最后，黄岩岛附近海域拥有的渔业与油气资源都非常丰富，还具有一定的经济开发价值，所以综合来看，我们具备开发黄岩岛的技术与能力。开发后，它也会带来无限的价值。
3. 黄岩岛为什么迟迟没有进行吹填？黄岩岛是一座自然露出海面的岛礁，很多人会很好奇，它既然具备填海造陆的条件，那我们国家为什么不直接动手？在2010年以前，因为国际局势的转变，我国就开始在南海进行填海造岛工作，相继吹填了美济岛、朱碧岛与永暑岛等，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填海造陆经验。尤其是我们在2019年造了一艘每个小时就能达到6000立方米，还能将泥沙运输到15千米以外的大型挖泥船，它就是天鲲号挖泥船。就比如永暑岛上目前已经建设了4000吨级的大型码头，还有一条长达3000米的飞机跑道，另外还有居民楼、医院与监测站等设备都比较齐全。正因岛上设施较为齐全，令其成为南海上一颗定海神针。黄岩岛没有吹填是有2方面的考虑。首先，南海近几年地缘局势复杂多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暂时没有开启对黄岩岛的填海造陆计划，主要是出于整体战略规划的考虑。另外，因菲律宾之前的总统的缘由，两国之间趋于缓和，本着岛在自己手里，所以也不急于一时去吹填，所以就一直没有行动。黄岩岛一旦吹填成功，可以将其打造成为一个拥有40平方公里面积的岛屿，可以妥妥的令20万人口入住此地。总之，吹填工作我们国家会根据自身的需要与南海形势上的变化去进行调整，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看到规划中的蓝图落地。